新年第一次更新，跟大家聊一下我去年喜欢的各种作品啊。我在2025年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是《阿凡达3》。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我私人来说觉得很奇妙的瞬间啊，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对另一个人说：“你要不要学着去看见？你要不要学着去看？就你既然现在已经有这个能力了，你为什么不试着去看呢？”对，这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就是我觉得这话就对我说的，我当时觉得被一种巨大的东西击中了，因为我觉得我在过去这一年多2年里面吧，做的很多努力好像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希望可以重新学着去看，就重新学习观看。对，那听到这样一句话在年底，就会让我觉得，是不是需要去总结一下，好好回顾一下？那今天这期呢，其实就是，我会跟大家说一下我去年喜欢的电影、游戏、书、剧集，这些东西。但是我也会想要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和方法吧。年底的时候，我把这清单发在网上的时候，有评论就会说，真羡慕你有那么多时间，对吧？那我觉得确实时间每个人可以分配的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按照我的计划去尝试把我能够分配的时间尽量都花在我想要花的地方上。真的做到了以后呢，确实我觉得是挺充实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也很想分享这些东西。因为我接下来会讲这些东西，它当然你说是爱好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大于爱好的。那这些事情既是我锻炼我的注意力的一个目标，对吧？我希望我能够把时间花在上面，但同时它也是我的方法，就是我通过在这些想花时间的地方去花时间，锻炼了一下我的这个大脑的运行的方式，对吧？就是我可以去对抗一些碎片的化的东西，对抗一些焦虑的这种想法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分享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其实前年就做了这个每年评选每一类评选一部的这种方式，我还挺喜欢这种方式的，因为我会觉得它比一个 Top 10这种榜单要对我来说更有意义。因为我现在就我并不想说我从我看过电影里面选出10个我打分最高的，我现在已经不太有这种审视的心态了啊，就是我的 Top 10去排我觉得反而是选出一个能够代表我在这一年喜欢的东西的一个作品，可能对我来说更重要。其实前年如果在所有的东西里面，我前年选的东西啊，电影我选的是那个《滞留生》，然后书我选的是《超越百岁》，剧集是《诅咒》，动画片是那个那叫什么《恶魔的破坏》还有就是游戏我选的是《动物井》。那如果这里面再选一个东西出来的话，我觉得会是《超越百岁》，因为我觉得从那本书开始，我极大幅度的改变了我整个的生活方式。那我觉得今天要讲的很多方法可能也是这种改变的一部分，所以我会觉得这选一个东西这个模式挺好的，所以我今年想要这样。所以我在去年的年初，其实我就做了这样一个文本文档，然后我就开始更新嘛，就是我看到一个好的作品我就放上去。本来我想做成一种抢椅子的模式，就比如说今年的电影已经出现了一个强者了，它就是我的年度，哪怕只是在3月，然后等到有一个更好的上来的时候就把它踢下去。我本来是这么规划，但是后来就是有很多很不甘心的情况出现了，就是觉得好像还是记一个名单好一点，不然的话你5月份有一部很喜欢的电影以后，后面的东西就上不了榜，就是挺遗憾的啊。所以我最后还是做成一个清单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所以这个清单也会有一种本年度留念的作用。那么我就会在书以外的其他的类别里面尽量去选近年的作品啊，就当年不敢说，因为我现在看的也不是那么的赶进度啊，就是很多很新的热门的东西，我甚至会有时候避开热度，就是不着急看。反正就去年很多很热门的电影，我其实现在都还没有看，就不着急，慢慢来。所以呢，我就是时间大概在2-3年内，我都算一个新的。对，就最后做成一个年度留念。然后这里面所有的评选的标准其实只有一个，就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我的感觉。因为对，就这2年我尝试的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我希望我的感受大于理解吧。
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容易了，因为我不再需要想去你这个到底是4星还是5星，对吧？3星还是4星，我还要多给你半星给在哪儿什么的，算得很清楚，就不需要了。我现在在那个网站上寄电影，我都不打分了，我就直接只有2种情况，一种就是看了，一种就是看了并且挺喜欢的。对，就是让这件事情变得很简单啊，我喜欢现在这种状态。对。然后接下来会讲的顺序是重要的啊，我会先讲电影，然后讲书，然后是游戏，然后是剧集和动画片。这个也是我现在个人分配时间的一个优先级，应该说但里面去掉了足球啊，因为纯粹看时间的话，足球占的时间其实挺多的然后如果把足球也放进来的话，可能会放在剧集也放在游戏前面吧。因为足球它有一点特殊性，就是它是一个实时的东西啊，它有一个时间的那种迫切性，所以足球对，就是大概在那个位置。那就先从电影说起啊，今年有一部电影叫《凶器》（Weapons） 啊，这个电影有一个画面我想提一下但是我会剧透啊。今天提到很多作品的时候，可能我都会谈及它的剧情，我觉得我会尽量不去涉及它最核心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很介意的话呢，你可以全部东西都看完以后再来听我说但是我尽量保护你，是这样。凶器这个电影啊，它讲的是美国一个小镇上的故事，它讲的是一个小学的班级，可能20多个学生就是有一天晚上集体消失了，这些小孩都跑出家里去，跑到那儿不知道哪儿去了。第二天只有一个人来上学，就从这里开始的这个故事。那我可以透露的就是后面会出现一些很诡异的事情，这是个惊悚片。后面有出现巫术，有出现女巫，有出现很诡异的事情。我可以说到这里，它第一个画面有一句话说，这是我们小镇上真实发生的事情。对，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现在看电影的一个准则和方法，就是我尽量把看电影的时候看到的东西想象当成真实在某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真实发生的场景只是被记录下来了，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当时被记录下来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个是看电影方法的一个改变还有一个改变呢，也是一路发展来的吧。就是说今年因为看了很多这个连石重彦，日本的著名的影评人学者连石重彦老师的这个各种观点文章书待会儿我们在书的那个部分会再具体谈他这个方法。但是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当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就是要看电影，你就是要看你的画面，你就是要看你眼睛能看到的东西，而不是剧本，而不是导演的表达，导演站在哪一边等等这些事情。你看的时候，你谈论的时候，可能都是基于这个东西来我觉得这个跟我这几年这个方向上是非常吻合的，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尝试去看电影的时候想要去强调的东西吧。其实做到这一点没有那么难，因为大家都会看，对吧？大家都知道怎么看。但是我觉得难的是你不做什么事情，就是不去做过多的联想也好，不去做过多的这种猜测什么的，我们习惯的那种聊电影的方式等等，你要把那些东西给摒弃掉。对，这个是我觉得难的部分。对，但这个就是我现在看电影的一个总的原则和方法吧，把它当成真的事情，然后呢，用眼睛去看你能看到的东西。对，然后具体到看电影的形式的话，我现在还是很喜欢去电影院有好看的电影的时候，我还是尽量去，因为我们说要追求感觉，对吧？追求这种感受，那电影院还是最强烈的地方。我今年也有很不错的这种观影体验。我去伦敦的时候，我跟特特去 BFI 看了让纳迪尔曼，我觉得那个就还挺特别的一次观影体验因为在英国看电影，大家会拿酒，门口有人喝酒，然后里面就是整个气氛那个剧院的设计什么都跟我们平时去的电影院挺不一样的我觉得很难忘。还有就是我在环映看那个《碟中谍8》，我觉得也很好玩。就那天有一个乌龙事件，就是电影一开始我就发现了，就那个摄影机里面有2只小飞虫，不是摄影机，就是放映机的那个镜头里面，他们显然也出不去，他们就在那个里面很极亮的那个激光 IMAX 照着他们，但是他们就时不时的飞一飞什么的。但是我们的画面上就会有2个非常大的那个虫在就是一直在那儿，
就是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消费体验，对不对？因为花钱去看电影，却一直有个虫，两个虫。但是我后来已经把它当做这个电影的一部分来看了，我会觉得，要不这样吧，我这样来理解它，因为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很强的那种智能体，对吧？一个超级 AI，汤姆克鲁斯要阻止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超级 AI 不是看不见吗？那我能不能把这两个虫的存在就当做这种无所不在的东西的一种体现啊？就类似这种，只能这样去那样一下。反正这个电影我后来把这个经历简称为重影叠叠，重影叠叠。对，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感受。但是除此之外，我会觉得电影院实在是太不可控了，实在太不可控了。我去看 F1 的时候，我旁边坐的那个观众，他直接就是穿着应援服来的，然后他们车队出现的每一个画面他都要拍照，但是他又老赶不上。我后来就已经为他着急了。我已经放弃去阻止这件事情了。对，没有，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变成了这样的大人。对，但是然后最夸张的一次是最近看那个《狂野时代》，我一个人去，中午场工作日，就我一个人去，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发现已经坐了一位别的观众了，就是我还觉得有点小尴尬，因为我很少，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二次跟陌生人同场，只有2个人看电影。有一次是在香港看那个《花月杀手》，对，然后这次是看《狂野时代》，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期待的。我会觉得，那你在工作日中午来看这种电影，对吧？《狂野时代》是不是不会太过分吧？结果第一个镜头就开始拍照，我就没办法，我就绕到前面那一排去坐吧，就是只能避开，就是非常不可控。但是我还是有条件，还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去，是这样。但是我没有像以前那么神话，或者说就无限的去拔高电影院的这种体验了。它当然好，但是我现在反正在家里面也积攒了一套自己的这种，就是慢慢的搭建了一套自己喜欢的这种看电影的方式吧。我现在家里面有一个110寸的投影，我们有一台77寸的电视。我有一台27寸的显示器，还带风扇，我还有 iPad， 我还有手机，对吧？我觉得都可以看，就是有条件允许的话，我就用最好的东西去看。但是呢，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不同的设备看也有不同的感受吧。重点就是，就我觉得重点还是看吧，就3分设备7分眼睛啊，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我看一些惊悚片。我就不会选择，哪怕在家里我也不会用投影看，我可能就是比如我用电脑看，在显示器上我还可以把声音关掉，我还可以把就不会快进了，但是我有时候会关声音，这样子一个人看嘛，对，就是不会影响别人。还有就是其实 iPad Pro 那个大的 iPad Pro 看，因为它4:3的屏幕嘛，看一些默片什么的，就躺在沙发上看什么的，我觉得沉浸感其实也很好，而且我之前看到三宅唱做过一个那个现场的活动，就他跟他的那些 DJ 朋友们，他们用那个电子乐去给基顿的默片配音嘛，就配乐嘛。我觉得那种我自己也试了几次，就是类似这种不同音乐去跟影像的组合，其实挺好玩的。你在家的话就可以自己玩这种组合，是不错的。所以对，就是不一定要去电影院。但是呢，我尽量还是选择最合适的这个设备来看电影。好，那接下来就是按时间顺序来稍微的讲一讲这些我喜欢的电影。我在这个名单上的第一部电影，年初写的是那个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这是一个罗马尼亚电影，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片子。它是讲一个在制片行业工作的女生，就是你跟随她，从她起床开始，跟随她的一天，她的工作。他醒来，他出门，他去开上车，去他的第一个客户那里去聊，去沟通。那在这个布加勒斯特的大街上是非常堵的，那个交通非常不好，心情也很差。那你就可以全程跟到他的这个行程，这本来就已经很有趣了。但是同时这个电影还有2条线索在一起，一个就是他的另一个身份，他另一个人设，就是他在社交网络上会，只要他有一点点空，他就会打开来在视频里面去直播。
直播的时候他会用一个非常粗糙的特效，变成一个秃头皮衣的这样一个很粗野的男性，去聊一些纯粹就是在胡说的一些话啊。他同时就是在这一天里面会有经历这2种不同的人设啊。同时还有一个东西是一部经典的罗马尼亚的电影，那部电影的主角呢是一个女性出租车司机，那么她也就是跟我们看的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一样，开着车在布加勒斯特的街头，应该是布加勒斯特，我没有搞清楚过，但反正就是在那个城市的街头去一段一段的做事情，那么他也会被剪进来，所以最后其实是一个很丰富又很就是怎么讲呢，就很好看的一个东西，非常有意思。然后3月份非常有名的这个动画片《猫猫的奇幻漂流》 Flow 上了院线了，所以也去看了，真好看啊，真好看，就是一个特别沉浸的一个感受。而且因为我们养猫20多年了，对吧？猫的这种我觉得不管是动作还是猫的行为模式，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体现的是非常好的，可能也增强了我能够去带入它的这种可能性吧。而且我觉得它不光是猫，它里面其他的这些动物的性格啊，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这种出现的节奏啊什么也都很让人舒服，就是一个旅程，真的就是一场漂流的那种，你完全跟着它去走。然后下一部是一部叫《黑带行动》的电影啊，这个是我们本来差点可以在伦敦看这个电影，就是反正在伦敦的时候还挺想看跟伦敦相关的电影，但是没看上，回来看的。它是一个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少的一种电影类型，就是它以对话为主，然后我觉得相对比较成人的一种乐趣吧，就是它是悬疑是谍战，但是呢它没有那么多的动作成分，它的东西很多都是暗流涌动，看的就是很舒服。然后里面有基本上每一场餐桌的戏我觉得都很好看，然后那个池塘啊测谎仪啊，就是有很多我很喜欢的戏份在这个电影里面，表演也都很好。然后呢，就是一部我今年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叫《高湖曼球》啊。这个电影我看之前就有预感很喜欢，因为它的海报啊、名字，我觉得都很就是让人又很期待，但又不知道它到底要干嘛啊。其实这个电影它讲的是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面，一群中老年男性在一个快要拆掉的、即将拆掉的棒球场上打了他们那2个队最后一场比赛的事情。它整个讲的就是这一场比赛，这部电影就是这一场比赛。它不是先铺垫说哎呀我们下周有一场比赛要干嘛干嘛，然后就像什么抢银行的电影，你不是先要聚齐同伴嘛，就类似那，然后高潮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这场比赛。它不是这样的，它整个电影就是这一场比赛。从这场比赛的场地空无一人，只有一些收音机在告诉你啊，这个地方要干嘛了，要改成学校了。然后呢，大家再慢慢赶来，再开始比赛，慢慢悠悠的谁来了，很多很多的人同时登场，你要慢慢的去记住他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我的感受就很复杂，因为我虽然我没有打过棒球啊，我只稍微知道一点点棒球的规则，然后我也觉得对棒球的了解其实不太会影响你对这个电影的观感。对，他不需要你了解棒球，他只需要你了解一群人，对，能对这群人有一定的那个代入感和共情的话，这部电影我觉得就会很吸引你。因为我能代入的是足球，就我是基本上我觉得他们这个电影里面反映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在我踢球的时候都发生过，所以我看电影的时候我既要去捕捉这些画面上，这摄影也很好看啊，就画面上的信息，这个人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他们要干嘛了，接下来又遇到什么问题，我又要我要应对我的脑中不断翻涌的往事，真的是太多事情都是重复的。你想想这样一场比赛，甚至有可能人是不够的对，你听上去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可能人不够啊，人不够还打吗咱们？对，我觉得每一个踢过这种野球，你人当天人来不齐的人都能感受这种东西。你有没有在5对5的场地上踢过4对3的比赛？因为我们踢过这个东西，因为没有人，但你还是想踢。我们今天来了就是要干这个事儿，对吧？就那种能够对应上的东西。当然这也侧面说明我确实就是一个中老年男性啊，这个但是
才能共情到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能对上的，包括晚上不舍得走啊。我刚踢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太迷了，就在那种小镇的广场上，大家聚的那种野球的局，天黑了大家也舍不得走，什么都看不见了还要再踢。这个电影里都有啊，这些东西。对，所以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极其量身定做的一个属于这一年的电影。对我来说啊，对。然后更惊人的事实就是，你听我说起来，就好像是说真的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真的发生了这样一个比赛。然后你就去拍，把这些多少台相机把这些东西都拍到了，然后剪成一个电影。不是，其实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精心的策划、写作、排练和制作，就它是一个精密制作的产物，这点就让它我觉得变得更为的了不起啊。还有一件更特别的吧，我觉得可能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你是一个英国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像我这种感觉。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的名字，因为这个电影的名字叫高湖慢球嘛。高湖慢球就是一种棒球里面的投球技术，就一种球，它就叫这个名字，它是个术语。所以如果你但凡是一个这个词对你来说已经是你语言体系里面的，比如说角球或者是间接任意球这种，你就没有这种隔一层的感受了。但我觉得我也很感谢我不那么熟悉这些术语，所以这个高湖慢球这4个字，它对我来说有一种美丽的陌生感。这4个字又组成，它字面意思就又有一层含义。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到可以去做播客名字。你做了一个播客叫高湖慢球，我觉得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很美，很有寓意啊。我喜欢这一层东西。后来我知道它在日本发行的时候，它日语版的名字是叫做 Sayonara no Slow Ball， 就是再见的慢速球。那我会觉得，如果你一开始告诉我这个电影叫再见的慢速球，可能就没有那么美妙，少了一点点东西。对，我甚至还想起来2019年的时候，我去那个鸟屋书店，他们当时做了一个小小的展，当时有一个刚刚出道的那个插画师，他有一个小的展在那里。我当时很想买他的一幅作品，2万日元，我没买。那个画上就是一个他画的那种大脸的棒球球员在挥棒，然后那个球呢划了一条这种线，没有打到，那个球躲开了他，好像是，那个叫做魔球，那幅画叫魔球，我没有买，但是我看这个电影整个东西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到那个画，所以对，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意义如此丰富的东西。对，而且对，高湖慢球是什么意思？高湖慢球这种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一种能够让打的人失去对时间准确的感受的一个球，一个技术。你看它精妙的这种程度，对，所以这就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下一部电影呢是《裹尸布》啊，这是柯南伯格的一个电影。他的电影以前我不太敢看，因为他有很多很暴力的东西，很疼，而且是那种肉体直接那种很钝感的那种疼痛很多。但这一部里面呢，这种直接的东西变少了，它变成了一种新的，我觉得更多是让人心理上很不适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它又能够跟这个电影想要传达的这种很复杂的一种情绪能够对应上，所以我觉得非常厉害。这个电影的男主角他的妻子去世了然后他想要一直看到妻子下葬以后的变化，所以呢他就发明了一套装置，这套装置的名字叫做裹尸布。他把这个裹尸布做成了一个创业公司，就是跟他有同样的想法和需求的人都可以来这个墓园里面下葬，然后他们在那个墓碑上就可以输入自己的身份信息，以后就可以看到下葬以后的亲人的这个现在的一个样子，然后每天逐步变化什么的。这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开始啊，但是对它就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但是呢就是又很有真实感的这样一个电影，就是它的情感和整个这种诡异的气氛结合得很好。接下来是一站再战，这个是清单里面我唯一看了2次的电影2次都是去电影院看的大家提到这个电影也会说它就是应该在电影院看，必须在电影院看。
对，我觉得未必哈，但是呢，它确实提醒了大家，就是看电影是一个你的眼睛可以感受到那么多东西的这样一种体验吧，很重要。我觉得我2次看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这种画面不太一样。第一次当然就是觉得，比如像追车，比如像是晚上在那个剪影在楼顶跑的那些画面啊，我觉得总的来说是动感的画面，第一次给我印象更深刻。还有就是它前面那种追车，对吧？那直升机航拍的那种，逃脱啊什么那种。但是第2次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安静的画面怎么这么好啊？就是他那个女儿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跆拳道的时候，那个安静的感觉太厉害了。那个，还有就是他第一次坐在他们家的那个树林中间，那个画面多么的美啊，多么的安静啊！对吧？就那种这个电影里面确实很多。下一部电影是《巴黎夏日》啊，这是一个很轻盈可爱的电影啊。它讲的是一个法国女孩，她家住在算是乡下吧，好像是诺曼底吧。她去巴黎玩，她去巴黎看奥运会，然后就是她在巴黎的这几天，每一天在不同的地方醒来，对吧？有时候在青旅醒来，有时候在他亲戚家的沙发上醒来，有时候在阳台上醒来，有时候在河边醒来，就每一次再看一下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又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特别轻松，看起来很可爱的一个女孩，这个主角。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给你展示了巴黎的很多面啊，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个电影。好，接下来这部叫《奇遇》啊，这就是正经的法国假日电影了啊。这个导演叫做勒图纳尔，这是他自导自演的。他演了这个旅行的家庭中的妈妈啊，就爸爸妈妈带着2个小孩去意大利的一个岛去环游的这样一个行程。然后呢，这个电影里面就把这个行程里面的种种都记录下来了，但是它又不像是我们去看的那种把一个目的地的景观美美的给你拍回来啊，摆拍很多东西那种东西，它不是，它就是很琐碎很真实的家庭旅行的样子，所以你会看到很累，因为话很多，很无聊，就没有什么信息量，就像我们真的在旅行的时候会说的那些东西。那我们明天去哪儿啊？我们今天刚才怎么样了？等等，这种很琐碎的东西。而且你想，他们这个2个大人带2个小孩，其实是压力很大的。小孩年纪都不是很大，对。然后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剪辑技巧，就是这个电影的时间线是有一些乱的，它不是完全线性的一个展示，不是完全的流水账。我觉得这是它最奇妙的地方，因为它带来一种很新颖的观感。怎么说呢？就像是比如你在旅行第3天，在一个披萨店里面，你提到了昨天你们去的一个果汁店，这是一个旅行中很常见的一种场景，对不对？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就会把昨天旅行店开始的一些行程直接嵌入到这里，就这样打乱了，但他又没有非常明显的规律。当然说到底了，这只是一个家庭的一次正常的旅行，普通的旅行，它这个时间线你没有把它理清的必要。但是呢，它造成的观感就是它展示的不是一种记录下来的旅行，而是一种回忆中的旅行。它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了，我认为，所以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而且里面有一些我记忆非常深刻的画面啊，就是他有一段是那个爸爸自己的一点时间，就是他在街上走路的那个画面，我觉得那段也很好，很喜欢。而且这个电影跟高湖曼就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就是你听我这样讲，就好像是把一个流水账去剪乱了，不知道为什么要剪乱了，但其实不是。但它同样是一个从 idea 开始有一个很好的策划，然后是很好的制作，精密的做出来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极其即兴或者是混乱的制作过程的产物，它是好好做出来的，所以这让我对它有更多的这种钦佩。所以呢，我准备破格把它也提上我今年最爱的电影的这个榜单啊，所以我觉得今年会有2部代表我今年喜欢的电影，一个是高湖曼球，一个是奇遇。我觉得这2部电影有很多相同的可以击中我的地方，所以我也不准备给它去分出高下了。对，下一部电影是孤寂午后，这是一个斗牛题材的电影。那我觉得我会去看，可能有2个原因，一个是它得到了今年电影手册10佳的第1名，会让我有一些好奇。另外呢，我不知道在哪儿看到的那个简介啊，
他说这记录了斗牛士从脱下斗牛服到再穿上斗牛服的一天，好像是这样的。我肯定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所以呢，在我的想象里，它就是一个斗牛士下班以后的纪录片。他记录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斗牛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我的想象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去看了。结果全是斗牛，这里面记录了7场完整的斗牛，就是把7场斗牛给你用非常精细的镜头去拍摄，让你去凝视斗牛的双方，这样一个电影全是斗牛。但是我打开的时候我就已经大概预感到这个中文的那个简介可能是有点问题了，但是我好像就已经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第一个镜头是一头公牛的脸，在准备上场的一头公牛，它的整个的那个身边的环境是黑色的，只有他的脸，他在我说不出他的情绪是躁动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在准备上场。那个时候所有的观众也好，斗牛士也好，团队也好，就是全世界在那个时候只有他不知道他今天会死在那里。然后第一个镜头是他的脸，很长，你可以看很久，那个屏幕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就看着他。所以我后来还是把这部电影看完了。我觉得确实是挺厉害的一个电影，因为像刚才说的，他就是记录了7场斗牛的全程嘛。但是呢，他把这一个，我不知道斗牛算一个运动还是算一个演出，一个秀，是一个表演，但是他把这件事情的呈现，他的呈现方式是很特别，他不像是电视转播，就他没有任何一个广角的镜头，他没有一个全景的镜头，他全是一种相当于你只有在这个电影里面才能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斗牛这件事情。你在任何一个现场是看不到的，你在任何一个你在 TikTok 上也看不到，你在电视上也看不到，你去现场就更看不到，因为那是肉眼看不到的画面。对，它有很多很长焦的东西。我觉得我整体的感受就是他把人拍得像牛，他拍出了人的这种动物性，就是在斗牛的时候，这个人脸上的所有的这种微小的表情、声音，甚至喘气，他都能拍出来。然后呢，他把牛拍得像人，他去凝视一头倒下的牛，这个牛从出场战斗到他被拖走，整个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能拍到这点是很了不起的。而且这个人不光是在场下，不光是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他不光是在场上斗牛的时候，他下场以后跟他的团队一起在走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有很多镜头是那个他们坐在那个保姆车里吧，应该是就是下班以后回去那个路上那种场景，那个时候的他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那个就很动物，非常动物。而且他身边的那些团队也一直在说一些屁话，我觉得就是那些话听起来其实就跟他在斗牛的时候一直会对着牛喊的那些口号是一样的，就类似这种。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很厉害。反正我还给特特看了其中的一段啊，是他穿他的整个的服装，因为斗牛士的整个他其实没有太多防护的这种什么护甲什么是没有的，就是这个斗牛本身还是很危险的，但是他们身上穿的呢就是很华丽的那种小的套装嘛，但是很多层，但是他那个穿着的过程都是很复杂。我觉得那个那是我跟特特讲完以后我唯一可以给他看看的画面，我给他看就是能感受一下这个纪录片的这种风格和质感吧，那个部分也挺好看的。对，然后我这个名单上最后一部电影呢，其实也是纪录片啊，是叫做《与马克布朗的7次散步》。这个马克布朗呢是一个植物学家，那这个电影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也是个纪录片啊，讲的就是团队跟植物学家一起去了法国的7个地方去拍植物。然后这个电影分成2个部分，前面呢就是7次散步本体，就是这个团队去了哪儿了，去了海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在这儿主要拍什么。但是呢，他就是可能就经常就是架着一个机器放在那儿，人在那儿聊天。但这一段非常好看，其实因为2点很厉害的事情，一个是植物学家往往随口就能说出非常厉害的事情，就比如说我现在已经不记得确切的了，我说错了可能大家不要那个，他可能就会说啊，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它已经有2亿年了，就这种植物已经有2亿年的历史了，就是随口就可以说这种话。或者说
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很珍惜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极其难看到的，就当年恐龙就踩到过这个东西，就类似这种话，这是它厉害的地方。其次就是你会意识到自然植物的厉害，那它又跟你看到一个什么真正大的鲸鱼啊这种不一样，因为植物太普通了，太平凡了，但是这个纪录片能让你意识到这些东西，你可以重新去观察它，重新去看它。对，我觉得能达到这2点，这前面就是已经很厉害。当然，它后半还有呢，就是把这个他们这行程里面拍回来的这些画面再给你展示一下，就是真的是拍得很漂亮啊，胶片的色彩啊，就是把这些东西拍得很好看，而且它不是完全的脱离了环境，他把这个东西在那个环境也会拍出来，然后他就再请这个马克布朗在旁边做一个解说。他就是全程就是凭他的印象和记忆去说，他也不用做什么功课，但是他说啊，当时我们在那儿看到的这个嘛，啊，你现在看它是有什么特征，它跟另外一个墓的有什么不同啊什么的，就随口就能讲一些很厉害的，就看起来很舒服很舒服，而且看完以后会让你觉得自然真美好啊，因为它那些不是所有都是什么稀有植物，它不是，它可能就是我们在身边也能经常看到一些植物，但是你看过这个以后，你可能再看到他们眼光会有不同，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地方啊。接下来我们来讲讲书，因为我觉得我去年看了真的挺多书的，可能是我5年10年看的最多的一次，那可能也就是我有史以来看的最多的一次了。很喜欢这个状态，而且就是不太挑，就是有什么看什么，看什么都行，就这种。我主要就是睡前看书，因为我现在不带手机进卧室啊，就是睡前不看发光的屏幕，所以呢看书就很自然。所以我现在看书就是一半多可能是纸书，然后还有就我也有一个电子书，但是我电子书我就不开屏幕的那个背光啊，这样的话不影响睡眠。我尝试过1-2次有声书，但是我发现好像听过的东西事后回想就没有什么留下来的，所以可能这个方法对我不是很适用，所以我就放弃了有声书这个途径。这几年里面吧，就是有一次我是打开背光熬夜的，那天熬到3-4点吧，把一个小说看完。后来我就反省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首先它有悖我的初衷，后来我回想了一下，我那天看的是一个这种网络小说，网络连载的小说，所以我觉得完全就是这种小说写作的方式，它就是为了让你睡不着，所以我后来就不看这种了。我还是因为我看书是为了睡着啊，我看书是为了睡前那段时间让我的大脑调整到一个适合睡觉的状态。那如果是看一个让我完全放不下手的书的话，好像有悖初衷啊，所以就不那样了。还有一个心得就是现在看书的目的就是看书，就有点像是看电影你要看电影一样，看书就是看书，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书是为了让我的大脑进入这种深度阅读的这个模式，对，就是有一种修补的感觉吧，因为你白天可能还是会看一些很碎片的东西，但这个时候就看一个长的，但这个时候看的书的内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它只要是我愿意去看，就是我能够投入注意力去看的东西就可以了，就我不指望说我在从里面要学到什么特别多的东西，更多的可能是看到一些文字的愉悦感什么的，对我来说是更重要。对，因为虽然说看书是为了看书，但是看书也是为了睡着，对不对？看困了就睡觉了，对吧？所以看一些晦涩的书也没有关系，因为对，就看会儿困了就睡觉正好。然后这个名单上的第一本书叫做 Tiny Experiment， 我把它翻译成微微实验啊。这个书是年初看的一本这种也挺适合现在来讲的一个书啊。它的这个理论是核心理论啊，就是叫做做小的实验，做这种 tiny experiment，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你在年初会设定的这种很线性的目标，对吧？大家在年初都会有一些这种想要做的愿望或者目标嘛，就比如我今年要减重多少斤啊，或者我今年要拍一个电影，我今年要成为一个 vlogger， 这种这种线性目标的模式在作者看来就是跟我们现在生活的整个状况是不太同步的，就是我们现在去立这样的志向，往往你期待的是它可以给你一种确定性，但是往往它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会让你陷入焦虑，
因为你如果做不到，你就会很沮丧。对，这个事情跟我们播客里面一直讲的这个年度主题是类似的，就是你如果今年的年度主题是看100本书，那其实你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你如果今年的主题是一个相对虚一点的东西的话，你就不太会失败，对吧？你说我今年的主题是学会去看见，那么你很多事情都可以是学会看见。但是呢，我们这个年度主题有点太虚了，所以这本书它相当于是另一种思路，就是说，比起你去定一个可能甚至都不是你自己真实的目标，他说很多人的目标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对吧？是同龄人，是网上的人，或者是什么，他们再这样我也要这样，它不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他提出的这个思路就是说，与其去追寻一个可能会给你带来压力的目标，你不如去做一个实验。然后这个实验跟那个目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比如你要成为一个 vlogger， 你不知道怎么开始，但是呢，它这个实验有一个公式，它的实验的公式就是我将要持续做一件事情，做多长时间？你要填的就是什么事情和什么时间。那么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 vlogger 的话，那你的这个实验可以是我要记录30秒的生活，持续30天，对吧？你每天你要做的事情就很实际了，你要想的不再是说我还要需要什么设备，我不用 Pocket 我可以拍，我有手机我就可以拍，我就先拍30秒，你就完成这件事情。我当时看完以后我也做了个实验，我当时是连续更新博客100天嘛，我后来真的就更新了100天。它这个理论就是说，首先你可以马上开始去做，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得到即时的反馈。你今天拍了这30秒，你就好像挺有意思的，明天我要拍个别的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我就不光拍30秒，多拍一点等等的。就是他把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极小的一个可以执行的事情。其次呢，就是你可以放弃，就是你真的做到1个星期以后，你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件事情，你就放弃了，那实验失败了没关系。我觉得这种都是一些很有用的心态吧，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它对我们要应对的一些问题是挺有效的。所以后来我想想，就是我好像在很多时候都不由自主的会去用它这样一套方法，还挺好的。这个微微实验。好，接下来这几本电影的7段航程、阿涅斯的海滩，还有布列松的书吧，这是一类书啊，这就是电影人的访谈或者是文集这样的。这类书其实我以前我也买了一些，但是一直都没有看，但是现在都看了。以前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得看过他们电影再看这些书，就把他们电影都看全了，看得很熟了，再来看他们说这些话。一方面可能考虑这个剧透吧，但是可能也是一种借口。那我现在就是完全没有这个顾虑了。我觉得他们说的话和他们的电影是2种作品，是2类不同的东西。你完全可以在不了解一个电影人的情况下，就去看他的文章，看他的访谈，没有问题啊，这是分离的东西啊。甚至你可以得到一个完全从另一种角度去理解的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我觉得也很好。下一本书是总结毛姆创作生涯回忆录这本书也很有意思，它不是真的认真的教你怎么写，它其实是一个自己在创作生涯中的一种小的回忆录或者一个专栏集就是很多很多小的事情，它涉及的非常丰富，然后他写的东西也都很好玩下一本书叫做《大自然的日历》，这是我称为可以随手拿起来翻的那种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本。他写的就是作者见到的一些风景，就很短，每一段都是可能1-2页就完了。但是呢，他的写作风格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很平实的记录的性质的那种写作，他没有任何那种优美的用词、夸张排比的句式啊，那些没有的，就是极其的朴素，但是呢又那么的美，很厉害但是在这种平时的写作里面，偶尔就会出现1-2个有故事性的章节，出现的时候呢，印象就会特别深。就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一篇是写蛇的，那篇其实叫打蛇印象非常深。我现在想到那个故事，我还会就是起鸡皮的那种程度，就是很厉害。下一本叫做《计算中的上帝》，这是我很多年前就想看的一本书到今年才看很短的一本书，可以一口气看完。科幻小说
我是为什么看它呢？因为挽救计划这个小说，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说，出了电影的预告片啊，它2026年会有电影上映，然后去年出了预告片以后，我有点想不起来那个故事了，我就去看，又看了一下，翻了一下，翻完以后呢，我想看点类似的东西，结果我就看了这个《计算中的上帝》，它是我最喜欢的那种题材吧，就是外星生命降临到地球了，然后呢，跟人类在探讨一个问题。那我喜欢的就是它里面不同的外星生物的思维方式，虽然他们都是人类构想出来的，对吧？他们都是这个科幻作家构想的，但是呢，它已经足够产生一种对我来说很奇异的这种想象了。就它里面，比如有一个种族，它有两个嘴，它左右都有嘴，然后呢，他们在表达一些固有的观点的时候，说一些话的时候，它必须两个嘴轮流说，就是有点像他们的一种手势，我不知道，反正就类似这些细节我很喜欢。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叫什么人啊，吕特人啊，里面有一个吕特人，他的思维方式描述我也很喜欢，就是有一点像是那个你一生的故事里面的那种八只桶啊，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东西。好，下一本叫做《复眼的印象：我与黑泽明》，这个应该是上海电影节之后看的，因为电影节上我又看了一遍《黑武士》七武士，说错3次了，七武士。又看了一遍《七武士》，然后呢，桥本忍就是《七武士》的编剧之一嘛，他们3个编剧。这本书讲的就是桥本忍怎么样入行，然后呢，怎么样跟上黑泽明一起去创作的这样一个事情。里面有一些我印象非常深的段落，很好看啊，这个书。比如说他们怎么写的《七武士》这个，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个剧本，对不对？但当时他们写作，就他们固定会去那个温泉酒店写作，就是这些作家老师们都会去住在那儿憋剧本啊，就一个团队写作。黑泽明都是团队写剧本，就是他描述当时的那个场面，怎么样摆桌子，怎么样传送那个稿纸，谁负责什么部分，就是那个记得特别详细，那段很好看，就是这个故事是怎么憋出来的，对吧？这是怎么一开始有了那个灵感？对，我觉得很好看。还有就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就是呢，我们现在在讲到黑泽明，讲到他的这些作品的时候，总觉得就是地位很高，对不对？都是神作。但是桥本忍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完全是以一个同事的这种角度来写，甚至写到后来，他就很直接的会说：“哎，你看，他只能去拍了一个那个作品，黑泽明的这个作品就翻车了吧？”就类似这种，对，就是很平视的一种语气吧，去谈论一些我们甚至觉得要仰视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那个视角也是很有趣。还有一个我喜欢的东西就是，你想，他这里面写的都是他做了那么多成功的作品，对不对？他参与了这么多波澜壮阔的大事，结果在这样一本回忆录里面，他提到他最美好的回忆居然是他很年轻的时候每个星期都想去看一个自行车比赛，然后还要下注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他当时的一种，我觉得是当时的一种 guilty pleasure， 或者说就是他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好玩，对吧？但写那么多大事儿，结果想想最美好的还是那个时候。好，下一本书是奥托伦吉的一本食谱 Simple。奥托伦吉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厨啊，我们在伦敦的时候去了他的熟食店，去买了一些他做的色拉吃。后来觉得他的这个菜系其实很适合来学一下，因为他做的东西都很简单，然后呢好吃又很健康，就是一种高级版的平凡料理的感觉啊。所以呢就看了一些。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怎么实施啊。因为今年我夏天所谓的自由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个奥托伦吉的菜谱，然后他菜谱其实除了这个书之外，网上也有很多免费的，他也有那个 YouTube 频道然后他之前在卫报也连载过很多的菜谱，所以是不难找的但我会觉得你看一个菜谱的时候还是会有挺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说一个作者，尤其是像他这种体系很鲜明的作者，他在菜谱里面呈现，在书里面呈现的其实是一套很成熟的这种自己的经验。他跟你单纯去找一个菜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你想做一个什么菜你就搜一个，或者对照1-2个、2-3个，
或者你去找一些很靠谱的这种平凡料理这种频道。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看一些菜谱，就是理解一下这种更成体系的作者的做菜的一些思路吧。然后我们今年也买过一个很失败的菜谱，就是我们在伦敦吃的一个餐厅很好吃，然后他门口就摆满了他们家的那个菜谱书，那我们回来也就网上买了一本，结果他那个写的就非常简单，他一个意面可能就给你写4步，每一步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就是把面煮熟啊，再把番茄怎么样，你根据这4个字是很难去到他店里那个成品的。我觉得这种就是反而会看得有点气的菜谱倒是不推荐啊。但是奥托伦吉这个我觉得是好看的。下一本书叫做《进入故事之林》，这个也很好玩的一本新出的一个这种写故事创作的这个叫什么剧本书，我不知道，反正他讲的就是编剧的技巧吧，应该算是。但是呢，他提出了一个自己的理论，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在讲3幕剧嘛，对吧？但他提出的是5幕，他有一个比较独创的结构是5幕，然后他基本上就是在跟你证明为什么其实大家都应该是5幕，而不是用3幕去分析啊。他花了很多篇幅来写这些啊。我觉得这本书有特点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例子都很新，它里面有哈利波特，有绝命毒师啊，有这个Doctor Who 这些都有。然后比如他会说所有的真人秀的结构其实都是莎士比亚的结构，就类似这种还是很有意思的。好，下一本书叫做112263，这个是斯蒂芬金的一个穿越小说。对，我是因为看了一个新的电影叫《查克的一生》，还挺喜欢的，所以呢就准备看一点他的小说，就看了这一部。我觉得他写的是真的很好，他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要一句话讲的话就很无聊，他讲的是一个高中老师穿越回了1963年去阻止刺杀肯尼迪。对，这样讲是非常无聊，但是这个书里面因为是穿越故事嘛，所以它有很多的这种场景和细节，我觉得写的都很好。我觉得它也是那种很抓人的小说，我没有为它熬夜，但我是晚上的书我会留在晚上去看，这样可以吸引我去睡觉，对不对？但是我是第2天早上起来以后，大概一个周末的早上把它看完的，就最后的1/3啊，就一口气看完，实在是太会写了，我觉得厉害。而且他作为一个穿越小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多他说的这种细节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对不对？就是提到当年那些品牌，当年的生活方式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我是无法想象和无法共情的，我都已经那么投入了。那如果是共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看的话，应该会比我的感觉还要更强烈所以他真的很厉害，斯蒂芬金我今年准备挑战一些他的恐怖小说，因为我这本书是我去问 AI 推荐的，就我说我想看的书，但是我不敢看恐怖的怎么办，就推荐了一个偏难。但我现在觉得比如说他的很多什么小丑回魂这种我不敢看电影，那我书还不敢看吗？对吧？我准备今年看一点他的这种恐怖的小说，一个尝试的计划。接下来看了那个殉道学，就塔可夫斯基的日记，看了一些吧，还没有看完，也是会随手翻一翻。还有那个小津安二郎日记我也偶尔会看一下。这个日记里面给我感触比较深的地方，其实就是他有很多生活的记录。对，他比如说他在乡下盖一个房子，他很发愁没有钱了怎么办，就类似这种事情。就是你除了他一些创作上的细节的心得之外就我觉得你不要指望从这里面真的看到什么特别有用的东西，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很多东西。比如说生活很难，我好想拍电影，我没有办法好好拍电影，就是类似这些东西，就是在日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体现，这个感受很强烈。好，下一本书是我今年的年度选择叫做《什么是镜头》这个书就是日本的影评人、学者、翻译家连石重彦的一本著作它有特别特别多的书，特别特别多的理论和学说。那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作为一种入门性质的这样一个小的文集但是它有一个统合的主题，就是谈论什么是镜头。其实他在这本书里面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镜头。但是呢，这本书写的就是有一些他自传性质的东西，他一开始怎么去看电影，他怎么被电影震撼，然后呢，
养成了什么样的习惯，然后举了一些例子来说，他觉得看电影的时候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对他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文集。那连石重彦这几年在国内其实知名度挺高的啊，我也是这几年开始看他的东西，因为他的徒子徒孙们，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们就经常会提到连石重彦老师啊，就是像滨口龙介、三宅唱、黑泽清啊，他们都会在很多很多场合去提到他的这一套方法。我比较有印象的其实是有一次看那个三宅唱的访谈，他会说在他的课堂上学到的看电影的方式就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来复述这个电影，而不是说这个导演通过这个故事他表达什么他抨击什么，而是去复述你看到的东西。那要能够复述的话，你首先要能看到，你要能记住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还挺有影响，甚至有一段时间我睡觉的方式，就是我入睡的方式就是去回忆我刚看完的这部电影，我从头开始一个个去回忆镜头，10个镜头左右吧就会睡着了啊，就很有用的一个方法。对，他的理论里面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表层批评宣言啊，就是说你的批评的这个依据就应该是你看到这个表面的东西，而不是所谓的藏在后面导演想说的话。那他想说的话他没有说嘛，对吧？你为什么大家众说纷纭的去根据这个去吵的话，反而就偏离了这个电影本身，是这样一个理论。所以你看电影的时候就是要去看画面，看你眼睛能看到东西，你要锻炼你的视觉。虽然你知道你不能看到所有东西，你一定会错过什么，但是你还是要去看啊，这是我觉得很受用的一个观点。因为我这几年在做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把体验能跟叙事去分开啊。就比如在玩一些游戏的时候有一些这种感触，我们回头聊游戏的时候可以再聊一下。但是我听到他这些理论的时候，就会觉得像是玩游戏的时候地图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标记点一样，就是感觉有一个很清晰的指向啊，就是原来确实是可以这样去做的，那我就往那边去尝试看看，就是这种。然后最近还看了一篇文章，是连石重彦在30年前的一次采访，那里面他说了一句话，是我们现在一切都能看到了，但是关于电影的言说并没有变得更多样化，反而更单调。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在30年前说了这样一段话，他当时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可以看到的片子那么多了，我们什么都能看到了，但是对比我们现在来看，30年前能看到的资源不是很有限嘛？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东西可能才是什么都能看到了，但是我们身边关于电影的讨论也没有多样化，反而是变得更单调了，对不对？就是有几套言辞不断的被拿出来讲而已，所以非常震撼。就这种情况就会迫使我觉得得去学着去看一看，对吧？否则的话，你有这样的条件却不会学着看，那不是很可惜吗？就像《阿凡达3》里面那个人一样。好，下一本书叫做《盐酯酸热制造美味的新科学》。这个书我们家买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看，最近拿起来好好看了一遍。对，很好的一本书，很好的一个我觉得是料理入门书吧，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说美味的东西有4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盐、脂肪、酸味和加热吧。就是热不是纯粹的说烫啊，就是加热的方式是这样。然后呢，他把这个框架里面的每个元素都做了很详细的解释。然后不光有理论，它也有很多实践。比如说盐这个东西，你应该怎么放？你做不同的东西，你是提前多长时间去腌，效果比较好啊？这种它有科学的依据在后面，有他个人的故事，也有科学。然后最后还有很多实践的这种菜谱。所以我觉得是一本很好的这种厨房入门书。我之前一直没有看，可能是因为当时我们看了一个他的纪录片，看完那纪录片以后，我就觉得OK， 那书可能跟纪录片就是类似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现在觉得不是，这个书比纪录片更值得看，这个挺好的。盐酯酸热，现在我也会用这个东西去衡量我们要吃的东西。好，下一本书是《锻炼有好处，先生》，这是最近刚出的一本新书，正好在我手边。据说翻译的不好啊，我正在看，但是我也看不太出来哪里翻的不好，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这几年，自从我大量的看这种机翻的文章以来吧，我就有一种不再对高质量的翻译有需求的这样一种阶段啊。但是
我买的书我当然还是希望它翻得很好啊，但是呢，就是我现在甚至有一点喜欢那种 AI 翻译的那种生硬的感觉，因为它有一点跟原来的那个语感是搭的。对，但是买的书啊，再重申一下，就买的书还是希望翻译的好啊。然后这个书就是那种金句满满的书，就你翻开就会有很多好玩的句子，比如说第一页它就有一个我觉得有意思的话，就我会划线的话，就是那家电影院已经不在了，但是我看的电影还在。对，就是这种我就会划线。然后比如再翻一页就有说，就好像美国电影属于电影而不属于美国。还有包括后面他说，电影就像旅行，然后电视就像旅游啊。我觉得这种观点也是，但是他不是完全只说这一句啊，他有很多展开的，而且他当时电影和电视可能跟我们现在理解的也不一样，但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在看这种书时候的一个乐趣，就是说整个媒介和大家的生活状态已经很不一样了，但是当时他们面对那些问题的时候的一些思路，现在是否还适用？这个是一个我看这种书的一个乐趣所在吧。然后下面一本是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这个是华莱士的一本文集啊。我主要看了里面的2篇，一篇是写大卫林奇的，还有一篇是写美国小说和电视。这个就有点像刚才说的，就是说你看到当时他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电视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刚刚崛起到一个顶峰的时候，他在谈论这件事情对美国小说的影响，但更重要的也是谈论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对当时的人的生活状态的影响。我现在去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有趣，因为你完全可以把它里面提到的小说替换成我们生活中一种别的东西，比如说社交网络，比如说短视频，比如说短剧都可以，因为它那里的前提就是当时的美国人人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6个小时。我觉得现在的人，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都没办法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在国内应该也有过这样的时期啊，但是现在当然已经这个媒介的载体已经完全变掉了。但是呢，这个文章里面探讨的就是在那个状况下，它各方各面能对其他的事情有多大的影响很有趣，非常非常的有趣。他谈到了电视跟讽刺的关系，有很多很精准的这种比喻，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一本书。大家可能画面上看不出来，但现在已经是第2天了。对，我休息了1天，因为刚才发现嗓子已经很哑了，然后呢那个表单只录了一半，2个重要的类别还没有开始，所以我觉得还是算了，先休息一下，现在继续来说说游戏。我最近看了一个帖子，在豆瓣上看的，是一个住在日本的女生，她说她买了自己人生中第1台游戏机的事情，是一个 Switch 和旷野之息。她就在每天早上自己起床以后做咖啡，准备咖啡，准备出门的那段时间来玩游戏，所以每天玩的时间很短，但是呢大概1年多时间吧，她也把这个游戏给打完了。因为我看完以后我就特别羡慕这个状态，就是游戏在他生活中的这种存在感，我觉得是有一个就每天都有，但是呢它也不会占据你太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很羡慕的状态。然后我就想到我经常在 Reddit 上看到一种帖子，就是他请大家给他推荐游戏，然后呢他会把自己的像简历一样写得很清楚，就是我是多少岁，我什么性别，我的时间如何，我要不要带小孩，我有什么特别的需求，我上一个玩的游戏是什么，我有史以来最喜欢的5个游戏是什么，请大家给我推荐就写的特别详细，就让你觉得他真的在征询一个接下来一段时间在生活中的一个伴侣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的生活中，我想有一部分时间是分配给游戏的，那请大家给我推荐一个特别合适的。在去年有一个规划，就是我想要在去年玩更多的游戏当时我希望从那个剧集那边分配一部分时间过来到游戏然后呢玩游戏玩多一点，再把游戏都录下来，这是我去年的一个规划。那我觉得我也成功的执行了，确实玩了挺多的，而且我去年玩的游戏有很多都是那种线性的，就有头有尾能通关的游戏因为我在过去几年里面主要玩的是 Splatoon 3对战打工这些模式，它是一个无尽的这种循环的对战的游戏吧
不管是对人还是跟人协作，但我觉得它这两种游戏都给我提供特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多巴胺、内啡肽这些东西啊，就是玩斯巴通3，我觉得我是可以飞快进入这个心流状态的一种情景吧，就是我也很喜欢那个。但是呢，我想要补完很多我一直在听说、一直觉得想要玩、一直列在名单里的游戏，我准备把它们一个个都结束掉啊，因为首先我觉得这些游戏它也是这个时代最顶尖的创作，也影响了那么多人，关键是我也对它很感兴趣。但是呢，以前就一直觉得说，我没有一个整块的时间拿出来可以去玩它，但是去年我就把它有规划的一步步完成了，所以很满足啊，玩了很多这种游戏然后我玩游戏的时候的心态有2个，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的，一个就是感受大于理解啊，我觉得这个跟之前说的很多类别是类似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更强调看到感受到的东西。但我觉得游戏它又更有，它这种媒体又更能够被这样去感受吧。就是说你说我去看个电影，我就不要去理解太多，只看它的画面，这个其实有一点点难度的，就是不是你上来真的就可以做到，你总会去想要理解它到底表达什么，但游戏就没有那么的就是把它绑在一起，游戏是很容易去分离的，它的体验和叙事，然后游戏它又是一种你光是听起来跟玩起来完全是2种感受的东西，所以就是实际花这些时间去玩了这些游戏以后，我觉得才得到了在每个世界得到了不同的这个体验。第二个想分享的心得就是游戏的这种体验吧，它也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幻觉，就是说游戏的很丰富的这个世界，你很可能在瞬间就坍缩成一些表格呀、攻略呀、to do list， 对吧？你这样去玩，你也可以把这个游戏打通，你也可以结束这个游戏，你可以白金这个游戏，但是就体验的丰富度很可能会一下子就是这个游戏对你一下让你没有感觉了。我经历过这个东西，所以就像之前玩那个动森之前那时候说过的一个话，就是游戏和恋爱都是要当真才好玩啊。但是这个心态的控制就很微妙了。那我自己的心得就是会破坏掉你这种自己玩游戏的那种享受的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会来自于外界，来自他人，来自互联网，来自社群啊。如果你要跟别人比着玩的话，很容易你就会陷入到对一种正解答案或者是最快最强的那种追寻，可能它很容易毁掉游戏。所以我现在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会稍微错开一点去玩，比如我今年玩的重要的今年发布的游戏其实是比如说三十三号远征队，我是半年以后才开始玩的，然后我是在1年以后才开始玩那个天国拯救2，不会太多受到他人的干扰，可以自己控制这个东西，我觉得挺有用的。好，我这个名单上的第一个游戏是路易吉洋楼3，这个是我跟特特一起玩的一个其实是挺旧的游戏了，但玩这个是3月份，当时应该是刚好玩完了那个双人成行的制作人的新作双影奇境，我们2个人一起玩，然后不是特别的满意啊，就一开始觉得挺震撼的，他就确实是做了一个比之前更大的世界，然后呢玩下来却觉得不是很过瘾啊，就是比较重复吧，觉得虽然说世界换了，但是呢体验其实差不多，精彩的亮点也就那几个然后我们就玩了这个可以双人一起玩的路易吉洋楼3而且这些都做了实况啊，对，就我觉得录实况游戏实况也是我觉得好玩的一件事情，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电影很好看，这个书很好看，我不可能把这个过程中的东西全部都录下来，对不对？但是游戏可以，就游戏是一个难得的一个人可以把他在体验一个这种作品时候的所有的 reaction 都录下来的一种媒体，所以我也很喜欢，就相当于说保存了我的一段人生啊，就是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完整的这个过程全部都可以录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然后这2个游戏我们都录了实况，我还挺喜欢看我们的实况的，然后我自己再去看到实况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些时候我都记得那时候发生了什么啊，就大喊了，大喊大叫，确实就大喊大叫了，那个这种时候就很有意思。对，所以这是路易吉洋楼3，很好玩，然后玩完以后还想去试试2代，但是就那个画面啊，就整个就有点不太，现在有点难接受了，处于一个没有到
老游戏那种复古感，但是呢，你就很明显，你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技术能力给你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你跟3相比真的是差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玩游戏的时候一个年代就拉的不能太大，就是有一个，因为我今年也玩了挺多旧一点的游戏，我都不能说老游戏啊，就是有一点点旧，可能6、7年、10年左右的这种游戏。那时候玩着，你已经觉得，哎呀，这个画面确实有点没法看。我觉得有一个界限，就是拖得太久了就不好玩了。但是呢，现在有一些还是可以玩的。我上半年还玩了《最后生还者》的2代都补了。我本来1代是打完了，2代打了一半。但是这次呢，我把那个1代其实重新玩了一遍，2代也完整的重新玩了一遍，但是我也把那个实况都补全了是很好的游戏。然后这个10代虽然说有一点点旧，但是呢，它正好出了那个 remaster， 就是现在看上去画面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赶在一个很好的这个很甜的时间点上来玩这2个重置也很好。我本来其实是想在那个最后生还者2的那个剧集第2季开播之前把游戏打了，这样的话就可以2者都体验到，对不对？先把游戏玩完了，因为它那个叙事很特别嘛，2代的叙事，玩完了再看电视怎么去处理。但是后来那个剧集我根本就没有看，好像评价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对这个系列对我来说就差不多就可以终结了。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吧，就是春天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在自己把死亡搁浅玩了一遍，然后我也录了全程的实况啊，今年最长的一个实况连载就是这个我觉得就很好玩，很好玩它是那种就是你听上去跟玩起来完全是2个东西，而且只有在这个游戏里面你能感受到行走的魅力吧。就是比如我现在很容易想起的是游戏中后期你到了雪山上，你在雪山里走路的那种，从你手上、眼睛上、耳朵去，就是这些感官给你带来那种超级真实的那种，你在雪地里行走。但你在那个雪地里行走又是必要的，就是在我玩那个游戏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今天就要把这条路走过去，我要在那里做一件事情。整个阶段游戏的整个阶段我并没有对这件事情腻，我并没有觉得就是今天我就是要去打勾2个任务啊什么的，不是的。我每一次走出去，我每一次摔倒，每一次跳，我都觉得就是我自己本人啊。我觉得像一个主题乐园一样，人的感官真的是很容易被欺骗，在这个游戏里面体现的很好。但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把这个事情做成了这个游戏一个核心的体验啊，就是你能感受到那么多的东西，你能感受到那个角色身体的倾斜，你背的东西不一样，都可以有实体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当然这个游戏现在讲起来就非常老了，但是它如果要讲的话有很多可以讲的东西，比如说社群这件事情，对吧？就是大家在这里面只做好事还有它那个独特联网机制嘛。我也是很有感觉，因为我不是在2代发售前去玩的1代嘛，我本来是想要正好连上，对吧？但是我实际上我现在2还没有玩但是那个时候正好也赶上了很多人重新玩1代，所以呢那时候线上人很多，所以很多那个基础建设的速度也很快，也让我赶上了所以也玩了一下那个。对，所以这个游戏我暂时就只能说这么多了，再多就有点因为太老了。我们之前那个 Nice Try 那边也说过一些，但这个我会把它列成一个我的候选游戏，虽然它不新了，但是很喜欢这个死亡搁浅。然后把那个补的游戏一起说完的话，我还玩了那个空洞骑士，因为9月份不是出了四之歌嘛，终于出了四之歌。那我空洞骑士其实出的时候我就买过了，但当时试了一下没有特别喜欢，就没有玩。但这次再玩我真的很喜欢，难是挺难的，有一些章节打了好多次。我最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螳螂村的那个3个 boss， 哇，那个打过的时候真是非常的骄傲。但是呢它也是那种不把整个剧情告诉你，只是让你去感受的世界嘛，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对我现在的这个胃口。打完螳螂村的这3个 boss 之后，你再去到螳螂村的路上，那些本来会跟你作战那些普通的螳螂村的战士对你直接敬礼，哇，我觉得这种细节在这些游戏里面就是很，刚才说是骄傲对吧，但现在就有一种互相尊重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它里面的这些角色线条都很简单，但是呢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这种
气质，我觉得描绘的都很好，就特别厉害的一个游戏。我现在还没有打完，我准备等它出那个补丁以后再继续，然后再去玩四之歌。对，我是不太介意游戏很难那种人啊，我觉得很难的游戏制作人把它做得很难，那你就去试试能不能过关，能不能挑战过关啊？是这样。我也不觉得说你玩很难的游戏就是所谓的被游戏玩啊，我觉得不是的，就是被游戏玩是你没有好好的玩，但是你感觉自己玩了这个游戏才是被游戏玩啊，是一种被游戏消费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今年6月份出了马里奥赛车世界啊，还有 Switch。刚玩到这个游戏的时候，其实冲击确实很大，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变化啊，跟前一代的变化比起来是很大的，就是人数变多了嘛。我觉得刚开始玩的那一阵子确实是非常兴奋，非常的激烈，觉得那个赛道上事情太多了。然后我没有真正的去练这个游戏啊，就是理论上这种竞技型的游戏就是要练，就是要去线上开。以前的我的话会是那样去玩，但是现在我有点不太想练它，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游戏玩的最开心的时候都是跟朋友一起玩嘛，有线上一起玩的，也有朋友来我们家玩的时候我们一起开，可以4个人同屏开嘛，然后有一个摄像头的话还能同时看到就是坐在这个客厅里面4个人的实时的表情，然后就经常出现什么就是排第2的妈妈啊，对排第1的女儿痛下杀手，给她扔个龟壳打翻了，然后冲到第1去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是我玩这个游戏最开心的一天吧。把这个游戏自己练得很好的话，就没有办法体会这种乐趣了，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所以我反而没有在线上去好好的去练。当然这也很像一个借口啊，就是完全没有练。就在线上开的时候跟以前的朋友玩过几次，他还是很厉害，我那以前就很厉害的朋友现在开的还是很快，我一次都没有赢过他，但是我就放弃了去变得很强。我觉得我把体验留到更好的体验留到可以跟水平相近的朋友们一起竞技的这种时刻，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接下来是东气刚焦力全开啊，这也跟马里奥赛车世界有点像，就是它带来了一种以前的任天堂主机上做不到的事情啊，就是它的运算能力强了以后带来了新的游戏方式啊，也就是它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拆掉嘛。这个刚玩到的时候确实也觉得很震撼，然后尤其在前几关的时候感受到原来你们一直这样做的游戏现在可以那样去做了，就是有一种新的做法，然后玩家也有新的解法啊，有一种开阔的这种自由的感觉。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打穿啊，我大概达到游戏的3/4的部分吧，我猜啊，然后它还有更多难的挑战在后面，我还没有去玩。但是这个游戏的过程里面，我更多的感受到一种很私人的一种纠结。就比如说因为我的游戏方式是我在录实况嘛，所以我希望我在每一层都可以把这一层隐藏的所有的香蕉都找齐，化石都找齐，我希望完全的收集这一层的东西。然后呢，又因为我在录制的话，我又不想说在这里想太久等太久，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呈现一个相对流畅的这种观感的。然后又跟这个游戏本身的这种整个的谜题设计变成了一种矛盾，就我的这种心态就会让我怎么说呢，我又想找到它，但是我又找不到它，我就很着急，就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就不会特别的好。对，关键是它不像以前的游戏，就比如说任天堂游戏，它总是给你一个解谜的思路，比如说那个岛上面有一个像蘑菇一样的一块山，那个山上有那个蘑菇有眼睛，对吧？那个眼睛里面很可能就藏着宝藏。那以前的话呢，你就知道这里可能藏着，你就要找到一条路进去，在这里找到里面的香蕉。但是现在就变成了你可以从这个像蘑菇一样的石头的任何一个角落把它砸穿，去找到那个宝藏。就是说你的路径不是变成了3条，是变成了无数条，基本上。那我也不可能真的在这里面把所有东西都砸掉，对吧？所以我就有一点难受。对，我觉得我有点享受不到这种能破坏一切的爽快感但我也原来的那种解谜感，就是那种游戏制作人员跟我在隔空玩象棋的那种
隔空出招的那种感觉也被破坏了，因为我实在不想找的话，我也可以把这块全砸掉。就类似这种心态反复的出现，会有点让我不喜欢这个过程。但是如果我想象了一下，如果我不是要全收集，我只是想要通关的话，好像真的前面有点太简单了。前面的那个，因为它有4个5个超级能力嘛，你收集这个能力的整个这个过程和在每一关去找到那个 BOSS， 整个那个线路好像有点过于简单了，我想象起来啊。然后当然最后肯定是会有比较难的这种挑战部分，但是好像对我来说有点藏在后面，前面有很多地方打得像教程一样那种，我觉得不是特别的过瘾。对，还有就是它里面那些挑战的难度也有点上上下下的，不管是对战的挑战还是那种过关的挑战，我觉得它没有一个让我觉得循序渐进的那种感觉，就很像是教程。我觉得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好像在教你原来你可以这样，原来你可以这样，但是到很后面还是教程，好像有一点不舒服。对，所以这个是我对它的感受。我是很喜欢那个以前的那种横版过关的大金刚的，所以这次它重启，其实我期待非常高，但是玩着玩着就觉得跟我期待的好像不太是同一个东西，对，有一点点失望。好，下一个游戏叫做光与影33号远征队，这个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一个游戏。就是在玩这个游戏的这1个多月里面，我就是非常的沉迷，就是我享受它的一切，它的剧情，它的人物，它的音乐，它的美术，它的玩法，它的手感，所有东西我觉得在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绝杀啊！它被打包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形式呈现在我的眼前和手里面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享受的一段时间。那这个游戏还是得提一下它的制作背景啊，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工作室做的，而且这个新的工作室里面有很多人以前都没有做过游戏啊，这是我觉得还是值得提一下。所以我在年底看到他们站上那个一些游戏颁奖礼的那个舞台的时候，我还是确实挺为他们高兴，因为他们有2个核心的人员是育碧公司的但是呢剩下的几个人以前没有做过游戏，他们是在各种论坛上被招募到这个团队里面来，然后大家一起合作了这个游戏的。这个游戏从哪里讲起呢？我喜欢它什么呢？刚才已经说了，都喜欢了。就是它讲的这个故事首先是很吸引人的，就是它的你进游戏以后30分钟能看到的事情就是很惊人的一个钩子吧，就是能让你想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是一个法国的城市，但是呢这个世界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世界显然是经历过战争还是怎么样，就是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然后呢一个法国年轻人走到了这个广场上，那边有很多人，大家像在过节一样，好像要庆祝什么。你到了那个码头，就会看到远处海的彼端有一个巨大的石头，上面有个字写着34，然后这个34在中午变成了33。然后呢刚才在这个码头上聚集的人群里面有一部分人就消失了，他们就化成了花瓣，因为他们的年龄超过了33岁。然后后来你就慢慢知道说，这个石碑的数字是从100开始往下减的，它每年减1个位，然后每年减了以后呢，超过这个数字的人就会消失，就会没了。然后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就是他们面临的现实，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设定。那怎么样摆脱这个循环，到底有没有办法，就是他们在寻求这件事情。然后在这个大的设定下就会出现一些很具体的故事啊，比如说明年会变成32嘛，那到时候超过32岁的人就都会没了。那一个人在这种时候要怎么去度过自己最后的1年呢？你有2种选择，一种是你就等着，或者你以自己想象的方式去享受这段人生，或者你也可以像很多人做的那样出海，就是你们一起坐上船去那块石碑下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可能可以找到答案，但也可能你没有办法活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对吧？因为这是一次探险嘛，因为去的人从来没有回来过，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远征队去过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一行就上了这个船，他们是33号远征队，他们就出发去找寻答案了。我刚才说的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在游戏里面慢慢感受到的，不是说有一个 CG 先跟你说
这世界是这样的，不是的，你是先看到这个人，先看到那个人，先跟他们聊天，看他们在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然后后来呢，你发现那个刚才跟你聊家长里短的其中一个人已经没了，只剩下他本来还在吵架的儿子还在那儿，就是你是以一个走在这个世界里的角色的眼睛去体会这个世界的，而不是被告知整个世界的背景。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招数啊，对，这是一个要战斗的游戏，因为你是要去远征啊，你是要去改变这个循环，你是想要终结这个倒数的数字，所以有很多的战斗啊。然后这个女主角呢，就有一招非常强的招数啊，就是一个攻击力很高的招，就像天外飞仙一样。但是呢，这一招的名字叫做斯汤达综合症。我觉得把这个超级剑招的名字取为斯汤达综合症，就是很能代表我对这个游戏，很能概括我对这个游戏的喜爱的一个例子。因为斯汤达综合症这个名字，它指的就是一种你人在连续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啊、美景，就是对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以后，你产生的那种身体的反应，很诚实的那种出汗也好、发热也好，就是眼睛花了，就是我再不能看那么多好东西了那种感觉，那个叫斯汤达综合症。这个是法国作家斯汤达去那个佛罗伦萨玩的时候的一个感受啊，他这个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专门的名词。我觉得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感受到这种连续被带一些陌生感，但是呢又很精致的这些漂亮的创作冲击到的感觉，就是斯汤达综合症。包括他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他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很有法国基因的，虽然他的主要的这个编剧不是法国人啊，但是他的其他的主创都是法国人，所以他的世界设定、他的角色他的我觉得叙事方式吧，都有很多很浓烈的这种法国的风情也有很多跟我们既有的这种观念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包括他们的语言也很喜欢说一些很法式的台词，他们还变装里面甚至包括了一个那种戴那个南瓜帽、穿条纹衫、背着一个法棍的那种衣服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些都非常的有趣。我们玩的时候特别就说，有时候你真的觉得在看那个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一样，就是它不像我们最习惯的那些排礼啊，它就是以自己的规律来拿出这些元素包括它的关卡里面的这些世界的设定，有一关就是完全是一个剧场，那些有一些巨大的人面，然后从人的嘴里面走过去啊，怎么样的，很好看，很精彩啊。但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战斗是我很喜欢的部分，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这个打起来有点麻烦，因为你以前的 RPG 你是选择就好了，你选指令就好了，但是现在他把这个战斗的一半都变成了需要去手动去按的部分，所以玩起来可能会有点累，然后你如果失误的话，你就会受很高的伤害。但是他是把那个现在很流行的这种格挡这个系统加到了传统的 RPG 里面来嘛，所以说当敌人攻击的时候，你就要在准确的时间按下防守去挡住或者是去反击就是让这个游戏的整个操作变多了但我会觉得这个操作首先就是我也不是那么的擅长，但是呢习惯了也还行我觉得它的作用其实是存在的，就是它在这个整个的这需要你去很沉浸的这个故事里面增加了你对角色的代入感。那当然这个游戏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在平衡性上面存在着不足作为一个新团队吧，我觉得就数值设计出了问题，以至于它的整个中后段尤其是比如你通关以后还想做一些支线的话，它那个难度曲线我觉得没有控制好。我自己玩的时候就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一种境地吧，所以我后来也就没有怎么玩，我也没有玩他们最新出的那个补丁，我不知道有没有改善一点但是这不影响我在通关之前整个的那个，我觉得是一个体量也好综合体验也好，就是我今年最好的游戏体验。对，其中一定要说的话，我还是最喜欢它的剧情剧情我觉得它在那个就刚才已经说过的那个倒数的那个前提之下，设计了很多很好的人物，然后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这些人物和他们比如说已经不在的家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他给那个世界设定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那这个难题之下，其实有很多很多具体的人、具体的故事，他在这个里面都提到了，我觉得就很厉害。比如说，在大家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规则之下，你怎么面对自己的余生？因为你的余生是看得见的数字的，对吧？还有就是这些人和他们以前的人，他们如果生一个小孩，他们就知道这个小孩能跟自己在一起生活多少年，以及再过多少年，这个小孩就到了石头上那个数字的年纪了。就这些事情都是能被算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很残酷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在他们那个里面。但是呢，又因为它对于他们太日常了，所以有时候甚至是会被作为一种调侃或者消遣去讲这件事情。还有一个让我很动容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是33号远征队嘛，所以他们之前已经去过了那么多支远征队。那在探险过程中，其实你能找到一个东西，就是以前的远征队留下的日志。这些日志我觉得写的也很好，大家都是去找答案的，大家都是去想要改变这个规则的，但是每个团队能做到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就有人真的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有的人只做了一点很小的事情，他们可能搭了一点点梯子，搭了一点那个山崖上可以攀爬的那种东西，就没了。然后有些团队可能很快就没有了，但是也有一些团队觉得我们算了吧，我们就在这里消遣消遣吧，或者我们怎么样吧，就各种不同的这种态度都体现在这些地方，都在这个大的这个价值观下面。我觉得就是你在一个别的形式下很难完成这样的写作啊。因为这个游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背景，除了他们都是新团队啊，就还有就是他们做游戏的那个阶段，他们是在 COVID 期间做的这个游戏，所以我觉得你必须把这个背景跟这个故事连接在一起，才能更好的去体会里面很多的情感。对，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需要被提到。下一个游戏叫做《天国拯救》，我又是在补课啊，又是因为今年，尤其是在年底吧，就是33号远征队拿了很多奖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有点遗憾。经常一起被提到的另一个今年优秀的游戏就是天国拯救2，基本上没有拿到什么特别重要的奖，但是大家觉得应该给他一点啊。然后这个游戏从年初就有人在跟我推荐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但是我年底准备完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它是2代，就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游戏，这是一个捷克公司做的游戏，我就发现很多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先玩1代，能不能直接玩2代？其实我就看了一点这个2代的实况的这种视频，看到一开头很多人都会讲，虽然是2代，但是1代你可以去补一下故事，知道一下就可以了，是可以玩的，没有问题但是呢，后来说服我的是2件事情，就是2个帖子吧。有一个帖子呢，他就说这个《天国拯救》这个游戏啊，它是一个美味的三明治，如果你只去玩2代呢，你就只吃到了它的一半，就是你少了一半。我觉得这个已经挺有说服力了，对吧？但后来还有一个话，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就是说《天国拯救》1代和2代这2个游戏，不管你先玩哪一个，都会让下一个变得更美味，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对，因为我现在就在录播客的此时此刻，我们是在玩2代嘛，他这个说的是对的。先玩了《天国拯救1》以后，让我玩2代的时候，对所有的东西都有一定的了解了，就是我认识了里面的很多人，他提到的时候不是一个空的名字，他是一个我曾经交互过的角色，这点挺不一样的。而且我对那个地方的这个山山水水都已经有一定的感情了，这个不一样。我们那天看一个电影，我们看那个一个经典的意大利电影叫《豹》，那是意大利电影啊，西西里岛上的电影。我们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甚至我跟特讨论时，我们都觉得，因为刚刚玩过《天国拯救》，所以这里面的很多场景都是很有既视感的。就是说，有很多电影的场景，就是因为我们玩过那个游戏，再看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游戏它本身不光可以让2代变得更美味，它可以让很多关于欧洲的东西，就你再看到他们时候，你的眼光已经不同了。我觉得这是这个游戏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就一直忘了说它是什么游戏，对吧？它是一个讲述14世纪波西米亚这块大陆上的一场斗争的游戏啊。那么我们玩家控制的角色叫亨利，他是一个铁匠的儿子
然后呢，他从他的生活被打破，他被卷进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对，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他没有魔法，他就是现实背景的，而且他就是把这个一个中世纪的人在生活里面要做的很多事情，都真的做成了你这个玩家要去做的事情。你饿了你要去吃，你那个想学武功你就要去学，你要去练啊，或者你想偷偷摸摸你得去偷，你得去练，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你不会，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但是你要逐步的变强。然后他强调的就是这种很真实的感觉，它是个第一人称的游戏，所以你可以在玩这个游戏的这段时间里面，在14世纪的波西米亚生活一段时间，基本上你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然后它那个我们现在玩7年前的游戏呢，也不是玩的那个什么修复版嘛，所以它的画面很一般，但是呢却莫名有一种粗糙的真实感，你的那种树林也好，草地也好，就很真。反而是到了2代觉得有一点对比度变高了，有点油，但是1代那个时候反而确实是很好。虽然它玩起来很麻烦，就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嘛，但就是一玩进去以后你就会很沉浸啊，我是这样的。而且你在玩的时候，它那个比如你在遇到了一个铁匠的时候，或者你在遇到了一个磨坊主的时候，这个游戏会给你一些提示，就会告诉你一些信息，就有点像是这个游戏的图鉴或者百科一样。但它那个百科它讲的不是你面前的这个人，它讲的就是历史上这个人。他或者说比如说你看到了磨坊主，他就告诉你说那个时候的磨坊主是什么样的，他们一般干嘛。比如说磨坊主那时候其实都多少沾一点这种倒卖赃物啊这种生意，只有他们做，因为他们离得远嘛，他们离城镇比较远嘛，就这些小的信息他会告诉你有很多很多，然后你就会了解到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样的人是拥有名字的，什么样的人是拥有姓的，那时候的人穿什么，那时候的女性主要靠什么工作，靠什么生活，那时候的打猎普通人不能打猎，就是所有的规则你慢慢都会了解到。你可以在图鉴里面了解，但是你如果实际去玩游戏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通过跟人的交互，因为它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这种支线嘛，你去做这个任务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你这个人好像你在那儿打架了，你偷东西了要关多久，但是一个偷猎的人是可以直接被绞死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除了猎人之外，所有的就只有猎人能打猎，其他人去打猎都是偷国王的东西，那你就是直接可以判你死刑，就是类似这种事情。就是你在那段时间的生活里面你都可以感受到。所以玩了那个以后，我们再看报啊，再看他们对话什么，都觉得啊，这不就是跟那个一样吗？就是有很强的这种感觉。对，然后我甚至觉得玩2代的感觉不如玩1代好，因为1代你真的什么都不会，你就是一个新的玩家，但是亨利他也是一个新的战士，他也是一个新的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对，骑马也不会骑，对吧？挥剑也不会挥，重的剑也拿不起来，但是你慢慢的有那个成长的感觉。所以对我还挺庆幸我自己玩了1代的。好，接下来说一下剧集啊，刚才也说了，我今年控制了自己看剧的时间，把这个时间花在了电影，花在了这个游戏上面。我现在也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我还是看了很多剧，我觉得我现在列出来的这些差不多就是我今年看过所有的剧了，但是可能还要再加上3-4部吧。这样算下来还是挺多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确实是剧集的黄金时代啊，还在继续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资源都在上面嘛，大家喜欢看剧，所以就很多人去做，好的也很多。但是我觉得剧集是一个我相对要控制和警惕的东西，我觉得它里面陷阱比较多，所以我要控制一下。首先就是要分辨一下哪些剧是给你做的，或者说分辨一下哪些剧不是吧。我自己就会觉得有一些我称为烧脑剧的这个烧脑跟我们以前说什么看不懂的作品不一样啊。我觉得烧脑就是一个会导致你的脑子坏掉的那种行为。就如果一个剧，比如一个剧，如果它允许我一边看剧一边看手机，甚至鼓励我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烧脑剧，因为这是一个我想要避免的行为。我看任何东西，如果这个东西能帮我专注一点，我就会喜欢它，我就会觉得这是对我的身心有健康的。但反过来的话，我就尽量避免这样的行为。但是剧集我觉得这方面的陷阱还是挺多的。而且就在今天说过的这些品类里面，其实剧集是离叙事最近的，它就是叙事本身。
它离体验和感受是最远的，所以呢是跟我的方向上面有一些冲突啊，所以我尽量就是好好的挑我要看的东西。所以现在我基本上就看2类剧，一类就是好看的，一类就是我想看的。这个听起来像一句废话，但其实不是，这个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个剧是热点啊，年初比较喜欢的一个日剧，这是笨蛋节奏的新作。每次看都是一种很安心的可以沉浸进去的氛围，讲的是外星人的故事啊，讲的是山梨县吧，好像就富士山下的一个那个小镇有一位外星人，对，就是有很多很夸张的这种很夸张又很能跟日常融合在一起的事情啊，很喜欢。我最喜欢里面的其实是那个他们在酒店前台的那些聊天，那些场景，我是最喜欢的。下一部是《人生切割术》的第2季，这一季有很多就是评价很高的集数啊，就是中间有一集讲家庭的，还有就是当然就是最后一集也很厉害但是对我喜欢的就是他把这个场景给你做出来了以后，就是当你真的有这样一个小镇，真的有人按这样的方式在生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就有点像是33号远征队里面那种很微妙的台词一样，这里面也有一些很微妙的台词，我觉得剧集里面能让你记住台词就很厉害。就是有一个妻子跟她的丈夫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台词，是只有在这里会说出来的台词。他说我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了你，对，这是在别的剧集里面不会说出来的台词，但是在这里面就有很深的含义。对，我会觉得对，能够创造这样的为这样的台词创造背景，就是这个剧厉害的地方接下来是今年年初的一个话题剧啊，就是《混沌少年时》，讲的这个青少年问题的一个英国的剧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集都用一个完整的长镜头来呈现。老实说，我刚看完的时候，我是对这个长镜头有点存疑的，因为我不觉得它整集长镜头这件事情给这个剧带来了什么新的观感，或者说更好的观感。你如果是把它正常的去拍，你部分用长镜头，如果只有一部分用长镜头，它会更差吗？我觉得不一定。对，这是我的当时的看法。甚至有一些镜头，我觉得它是破坏你的这种对剧情的沉浸感的。就有一个它很著名的第1集后面就是那个飞出去了吧，就是那个机器在教室里面窗口出去和直接升到天上去了，是第2集好像是。对，那个时候不是所有人都会去想吗？为什么它会飞起来，而不是跟着那个剧情在走了，对不对？就是所有人的心思都会转到那个地方去，它会让人分心，我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我有一天跟那个3000老师聊天啊，我也说了我的这个想法。他说他的角度是他觉得一镜到底这个做法是为了带来一种看直播的感觉，然后这是对当代观众最有效的一种吸引他们观感的方式，只有这种程度的实时性能够让这些人的眼睛一直留在屏幕上，大概是这样说的，可能会说错，但是他应该是提到了直播。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挺有道理的吧。然后这个剧里面当然大家印象深刻的场景我也印象深刻，但是我其实我不知道，我私心很喜欢他那个第4集的有一段吧，就一点点，就是他们那个第4集是讲他那个家庭嘛，他的爸爸妈妈和姐姐他们去那个开车去买东西，然后他们出门的时候在车上聊了一段他爸爸年轻的时候跳舞的事情，上学的时候就他妈妈说哎呀他喜欢他跳舞是最喜欢那首歌了什么的，就他们讲起一段很短的一段讲他们的往事，但是那一段里面我觉得就他们开心了一下下我就对那一下就印象特别的深刻。好，接下来想说的是一个神秘博士的单集。因为我自己是断断续续吧，这么多年来就是看了一些神秘博士，我也没有全部系列看过，我也不是从最早开始看的，但我还算是看了一些。然后呢，因为过去的2年里面神秘博士跟那个迪士尼有一个重启的这个计划吧，所以呢这2季是他们最早的一个那个制作人来重新执掌的，所以我也看了他做的其中的几集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今天在这里想单列出来分享的是里面我特别喜欢的一集，叫做73码。这一集我觉得也很妙。总的来说，我觉得神秘博士他提供的还是一种现在你在其他的这种系列节目里面很难看到的
短的单集的科幻故事，它有点像短篇的科幻小说。当然它有一定的套路和这个系列的这种线索存在，但是呢它每一集还是要有一个 idea， 还是可以去讲一些自己的故事。但当然它会很多时候去指涉一些系列里面的故事，或者指涉一些现实里面的事情，还有就电视工业里面的，这是他们很喜欢去讲的事情。但是它又不像黑镜啊，黑镜就是我觉得它要过于去追求一种很炸裂的那个话题感吧。我觉得它不像它就是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叙事的那种尺度在那里，是一个很英国的东西，我很喜欢这个。然后73码是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集，因为它有一个它相当于它里面设计了一个很难的谜题，对于角色来说很难的谜题，但是它最后没有告诉你这个谜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是看完以后，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理解到的就是这个谜题的答案不重要。然后正是因为这个谜题的答案不重要，以让这个谜题变得更有魅力了。对，我觉得一个故事能够在40多分钟里面就造成这样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是很厉害的。然后我不知道他们这个重启的计划还会不会继续啊？但是这2季里面有好些我觉得是还是不错的。对，甚至对，就是他们最近的一季啊，就是2025年这一季的一开头，我觉得说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你想象有一个交往中的情侣里面的男性送了女朋友一个礼物，是天上的某一颗星星的这个命名证书，就是我用你的名字命名了那颗星星啊，送他这个证书。有什么故事能以这个场景作为开头，最后却不无聊，甚至还有点有意思的，就是这一季《神秘博士》的最新第一集。对，我觉得他连这个都可以用得上，我觉得就是挺厉害的，挺厉害的。好，下一部这个中文叫什么？匹兹堡医魂，匹兹堡医疗前线，我们提到的一般就叫 The Pit， 第一季。这也是我今年非常喜欢一个作品。我觉得如果不是一定要选个最佳的话，反正他在第2名吧，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最佳的候选，地位很高。因为我以前是不看医疗剧的，但这一部实在是，我觉得它应该比别的医疗剧好看一点。我以前看的最接近医疗剧的就是豪斯医生，看过一点点，因为我不太喜欢看那种手术场面，但这个里面它是非常直接去呈现这种手术场面的。我给一些我觉得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剧的朋友推荐，他说他试过，他看到那个血他受不了。我一开始其实也是，但是我被他其他的部分征服了，就是他的这种叙事节奏吧，就是你看这个剧本身就有点像在吃一个药，这个药它可以让你眼睛持续看在电视屏幕上1个小时。然后呢，它里面又带到了那么多的人物，不管是医生、护士、工作人员还是病人，就他们每个人来到这里，你最后都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什么。然后这个密集的信息量，随着这个人的这种说话，人的你一集一集对这个人的性格逐渐的了解，慢慢就越来越丰富，最后就是一个你对这个整个科室，对这个场所，甚至对他们所在那个社会、那个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啊，不管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啊，但是这就是这个剧能够给你造成的巨大的心理的效果。但它整体来说又是一个能给人很强的这种怎么说呢，鼓励的这样一个作品。因为这些人在那里做着非常基础的一些劳动吧，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在劳动，他们在别人的身体上去锯、去切开，然后呢就是去做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去把一个人治好。就是你目睹这个过程本身就有点像你看一个人盖房子，但是就不像盖房子那么空虚，因为他们治疗的就是一个个人。我觉得你看他们去做这些事情本身就可以给你一种很强的这种信念上的这种鼓励吧。那我觉得是这个剧很强的一个魅力。然后这个剧还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他告诉我你不需要知道你看到的所有的事情，你不需要明白他在干嘛。那以前可能你觉得我要弄清楚这是什么吧，他现在要吃什么药，他现在要注射什么了，他那个因果你得弄清楚吧。现在不需要了，因为你来不及弄清楚那么多，或者说你不需要弄明白那么多。好，下一个剧是安多的第2季。安多是星战的一个衍生剧吧，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脱离星战这个背景去看的。你只要知道有帝国，
有反抗军就可以了啊，就他再多的这种牵连是没有的啊，就是很好的写作，很好的制作，然后呢可以看到打的部分啊有打，但是呢也有更多的这个人物的联系，人物的成长，好看。好，接下来这一部是我的年度最喜爱剧集《彩排》第2季。彩排实在是太厉害了，对吧？看过的朋友应该都会在这里点头，因为它太不一样了。它就是一个实验，就这件事情本身就像是一种行为艺术或者是实验。因为我其实今年看了一些他以前的 Nathan for You 这个剧啊，这是 Nathan Fielder 做的，我去年的最佳剧集也是 Nathan Fielder 做的诅咒。对，我看了那个 Nathan for You 以后，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彩排里面的很多东西都不是纯粹一下子跳出来的，而是他以前做的很多事情的发展。其实你看 Nathan for You 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类似彩排的这种实验性质的事情在里面了。对，只是说在 Nathan for You 的时候，这些事情被包裹成一个个的这种小的这种碎片式的段子，但是到了彩排，尤其是到第2季，他能把整个这些事情连在一起，我觉得就非常厉害。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在第2季里面，你很难去单独去跟别人讲说，哎，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而不提到他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他基本上第2季整个是一个连贯的这种发展的实验过程，然后呢，规模啊、性质啊越来越不一样，我觉得非常厉害。而且在第1季里面，他的彩排就是一个想要去跟多年前的朋友道歉，因为自己说过一个谎，但没有勇气的人，是这样的人是他彩排的对象。他把这个酒吧搭出来，让你在这里真的去做这个练习，去跟假的这个朋友先去练练你到时候怎么讲，然后到时候你真的放上去讲，跟那个不一样。就第2季他直接提出了一个非常跟大家都相关的事情，就是安全，飞行安全。就他意识到这个飞行员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可能是导致很多空难的原因，这是他第2季一开始的一个前提。然后呢，他就去探讨说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件事情。那在这个实验过程中，他就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说，其实每次这个飞行的时候，机长和副机长都是临时安排的嘛，这些人之间很少会聊天，甚至他们刻意的不跟对方交流。然后这些人又是什么样的人，他去观察这些人等等的，就是一个逐渐往前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到了最后就更厉害了啊，就是这个我先不说，但是这是第2季我觉得比第1季要更让每个人都觉得跟自己有一定关联的，而且因为它涉及到沟通这种事情嘛，它探讨的还是人类沟通的这个主话题。对，然后里面有一些场景也很惊人，比如说他去还原了萨利机长，就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嘛，就是在那个纽约的河上迫降了飞机的那个机长，他就相当于他是一个成功的，大家好好沟通了，去解决了一个飞行事故的这样一个机长。那他的成长会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就去模拟的那个场景，他从他的自传里面去找小时候的场景，然后有一些很荒谬的你眼睛可以看到的这种画面，就是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房间，就是所有东西都尺码变大了，一个巨大的床，一个巨大的爸爸，巨大的妈妈，就踩着高跷出场的演员是扮演了萨利机长的爸爸和妈妈，他扮演了小时候的萨利机长，因为他很小嘛，所以他把所有东西都做成更大的尺寸。以前我觉得看到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你就是为了视觉呈现这个。但现在我会去设想，如果我坐在那个地方，我会看到什么？就是如果我坐在那张巨大的床上，我会不会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婴儿？我会在那个时候产生什么样的新的想法吗？新的感觉吗？一定会有，我认为。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剧里面充斥着这种东西，就会让我看得很心情复杂吧，不能说很开心啊。然后更重要一点就是他在这个系列里面，起码这2季里面都做到一点，就是他不光在分析他的这些拍摄对象，对吧？他不像是他以前的那种作品里面，他那些作品里面Nathan for You 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发疯的事情，我第一次看我真的没看下去，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剥削那些想要上镜的人了啊！当时我觉得有点太过了，但我这次看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心情平复了一些。但是
尤其是在这2季彩排里面，他的这个剖析最后都落在了他自己的身上，他以自己作为例子去分析，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和难得的，也就让我有一个额外的想法，就是因为他帮着那个John Wilson 一起做了那个 John Wilson 那个纪录片嘛 How to with John Wilson， 他是制片人，然后很多人以前一直就会讲说那个 How to with John Wilson 是完美的 vlog 什么的，我当时是非常不太认同这种说法的，因为我不能认同一个后面有那么多 staff 有那么多人在帮他拍素材的东西被称为他的 vlog， 我觉得不太对啊。虽然说是 vlog 也没什么但是我会觉得有点那个，但是我会觉得现在会觉得彩排比起 How to with John Wilson 更像是一个人的 vlog， 就是他现在在做这件事情理论上跟 MrBeast 做的事情是类似的，只是大家做事情的方向不一样，当然受众、媒体、载体什么都不同啊，就是你去做事情的时候给你背书的是 HBO 嘛，所以这些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后我会觉得他能把这件事情落在他自己身上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对我很期待后来会看到什么东西，然后他在这整个过程中的出现，我太喜欢他那个台词了，他经常有一个，因为他里面即兴的东西其实很多啊，虽然是他必须去提前很多时间做规划有很多背景工作要做，但是他在里面拍摄的时候他有一个OK， 就这个态度我觉得简直是一个年度人生态度，对，他可以应对一切事情OK。接下来这部是一个 HBO 年底出的新剧，叫做 Task， 这是一个探案剧当时东城梦魇的那个团队做的，我觉得它气质很像就是一个充满了忧伤的这样一个故事，所有的人都很忧伤，然后这事情让你很无语但是我觉得就是很 HBO 的一个作品吧，好看的。好，然后还有一个日剧想提一下，就是《平屋慢生活》，这是一个漫改剧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是很喜欢这个作品的，他当时还去巡礼什么的，所以这个出了真人版我也看了一下，我觉得做的确实挺好的。他讲的就是一个很日常的人的日常的生活，但是该怎么说呢，就是他跟我现在能看到的很多日剧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他漫画一定会很好看，他的这个改编已经那么好看了，对吧？漫画一定会更好。对，我觉得这种日剧我希望是每年可以稳定的看到一部，我就会很满足了。那今年有这一部我觉得可以。好，然后是今年想提的最后一个剧集 Pluribus 同乐者，这是绝命毒师的制作人的新作品当时其实我们在 Nice Try 聊这个的时候，一开始聊了一个觉得他跟那2个作品就是 Breaking Bad 和 Better Call Saul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当时我第一反应可能跟很多人一样就是这是一个架空背景，或者说这是一个科幻剧嘛，因为它是超现实的题材，它不像绝命毒师那就发生在真实的世界。但是看到了现在，其实最后一集我还没有看到现在，我的新的认识就是它比那个更现实。反过来对我们来说，对大部分观众来说，那个很多人有枪的世界是超现实的，现在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反而更亲切，就是他描述的这个局面吧，就他描述他这个剧集里面描述了一种算病毒吗？就算一种入侵的东西，让整个世界变成了不同的社群这个社群的规模很不一样但是呢，就这个他现在描绘的这个东西可能离我们更近，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就是它变成了现实，但是绝命毒师那个超现实，对，那个太假了，那个离我很远，但他说的这个东西我好像每天都能感受到。然后我也很喜欢电影手册写这个剧的那个评论的标题叫做 Breaking Good， 我觉得妙极了，实在是，就是他一个是借用以前那些作品的标题来做一个花样但是另外我觉得他以这样一个措辞去讲出了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这个剧想要在2025年传达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你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去做一个好的人吗？
你说的极其直白的话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定义怎么样算好的人，因为现在看上去那个社群看上去很好啊，很完美，对吧？大家心意相通，我很想看同乐者们踢足球啊。就是如果英超的球员们都是能够就是在那个状态下，所有人脑子里面想一样东西去踢，当然你要让两队分开吧，大概我不知道啊，就是有很多可以想象的东西在那个他们构思出来那个世界里面。但是一个人在这样的时代里面讲怎么样去做选择，我觉得就很好看。然后他跟之前的那2个作品还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它太安全了，它过于安全了，过于无害了，以至于有时候心情会过于放松啊，这个是跟以前特别不同的。好，然后最后的一个品类是动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单独提一下，可能是因为去年我特别想提一下《恶魔的破坏》吧，所以我把动画单列出来了。我去年其实也就没看几个，我可能除了《恶魔的破坏》之外，看了一些续作吧，就是《咒术回战》啊什么的。但是今年我好像真的只看了《小城日常》这一个番，所以呢，它就是我今年的最佳动画但确实是很好看，《小城日常》尤其是第5集，我觉得绝了。整个这个番就是一个肉眼可见的想象力吧，就它把动画的可能性就是呈现了很多很多。对，我只能说这么多了。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一些很神经、很搞笑，但是呢。对，就是又很真诚的人我是这么觉得的。不知不觉又说哑了，对，我觉得我发声有点问题，我的发声的这个部位就很容易疲劳，就是听上去就哑哑的，但其实也没有说特别长时间。但我还是觉得其实应该把那个没有就入选了但是又没有得奖的那些砍掉，是不是就应该说说电影，然后就说一个喜欢的，其他念一下名字，可能那样就可以了。但是呢，就虽然这样又把它变成了一个类似 Top 10 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啊。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列 Top 10 的话，我觉得如果要列 Top 10 的话，就应该是把今年重要的都看一看再列，不然的话，你这个 Top 10，就比如说我从它上映就很想看罪人，我现在还没看罪人呢。我也觉得它可能会很好看，但是那不是一直在等看电影院有没有机会看嘛，一直也没有，那我也就拖到现在。那如果我要真的要列我去年 Top 10，我觉得理论上就应该重要的全都看一看才合理公平，对吧？那现在这样，对它呈现出来像一个 Top 10，但其实不是，还是一个按时间线索记录的一个自己的喜好的排行榜，把它的重要性拼命的降到最低。这是我的一个期待就是它对我来说意义最重要，但是对别人来说就不是什么。然后今年的这个清单我已经整理好了，我觉得今年可以再调整一下，就是我但凡有点喜欢的我都写进来，到时候明年看看再怎么弄吧。那我觉得记录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是挺好的，就尤其是它有个日期在那儿以后很不一样。你回去看，比如我现在看电影清单里面4月份有那个，我就当时为什么看这个的时候的很多心境什么都在，这跟你最后回去翻有点不一样。所以一个文本文档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你把你喜欢的有一个写一个，不用特别喜欢，有点喜欢就写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年底你再来一览，感觉很不错，推荐大家这么做，我会这么做的。我们明年的节目再见，拜拜。